这个人叫做 Illumina， 他打败了 Dream， 创造了我的世界速通领域的世界纪录。其中有很多的技巧是只有大神级骨灰玩家才会知道的。第一次进入游戏，他出生在了一个粘土地形的旁边，周围除了粘土只有海洋。重建新的存档是最好的选择。再次进入后是一个平原地形，不远处就有一个村庄，这已经是一个比较完美的出生地了。第36秒，他先进入村子里最大的房子，在房子里收集了4张床和4个面包，再进入另一个较小的房间，拿到了第5张床。他说5张床已经足够打败末影龙，而且补充饱食度较慢的食物如苹果和土豆他都没有收集。之后他奔向第一个较远的铁匠铺。I usually go for 6, like 6 is probably 拿到1个铁镐、6个黑曜石、1个铁头盔、1个胸甲，之后奔向第2个铁匠铺。这里竟然有3个黑曜石加上面包和铁剑，他需要6个原石和若干木头。这里先挖了3个木头，合成了1个工作台和8个木棍。这里需要再挖5个原石。一次摆放合成出锄头、铲子和斧子，然后用锄头挖掘干草块，速度是最快的，挖掘了7个。分解出21个面包，加上之前的7个，总共28个面包。铲子的唯一用处就是挖碎石。Honestly, just because I have more fun not using it, I think the challenge is more fun, and it's just the way I enjoy playing the game. 他现在有9个黑曜石，铁匠铺里面的岩浆可以再制作出1个黑曜石，所以说他需要水桶，而击杀铁傀儡是可以掉落铁锭的。But it's just how I play the game. Also, I'm using a sword to kill the golem. 掉落了4个铁锭，正好可以做1个水桶和1个打火石。只能说创造世界纪录确实是需要运气的。之后他又挖掘了5个原木，这里的原木的主要作用是用于分解成木板，用来当做垫脚石。相对于其他方块，1个木头可以分解成4个木板，单纯用来垫脚的话，获得的速度会更快。第2分53秒，他就已经创建出了地狱门。这里他把水放下，选择带1桶岩浆，这个岩浆在之后并没有明显的作用，可能是一种备用的状态。进入下界后，这里有一个小细节，他会试图挖一下方块，通过方块初期碎裂的纹路，可以判断出世界的方向。方块最一开始碎裂是呈南北方向的，大家可以试一下。而确定方向的目的是东南方向生成下界堡垒的概率会更大，这只是一种概率较大的可能性。在这里，这位大神就在北方找到了第1个下界堡垒。这里用到了飞船的技巧，用于加快速度和避免坠落伤害。从进入下界到找到堡垒大概用了50秒。进入这个普通下界堡垒的唯一目的就是收集烈焰棒。这里并没有特别的技巧，他总共收集了6个。之后的5分20秒，他开始向附近的绯红森林挺进。这里用到一个技巧，就是把船点燃，可以飞得更远。绯红森林是 1.16 版本新增的生物群系，其中会有堡垒遗迹出现，遗迹中的猪灵才是此行的最终目的，可以用金锭与他们交易，获得所需的梦影珍珠。When you go off a ledge like that, I don't think I needed to use it, but I just did it for safety. So it's a pretty funny strat. Shout outs to Howell for finding it. And this is the 遗迹中有很多的金块可以挖掘，用于交易。从这里可以看出，这个在村庄里获得的铁镐真是可遇不可得。猪灵会很快的围上来，如果没有金锭，他们会围攻你。Mainly because it can be so quick. Like compared to the other bastions, besides housing, it's just so quick. 箱子里的黑曜石可以搭建回主世界的地狱门。遗迹楼层的各个角落都藏有金块。他在这里挖2格深的一个坑，让猪灵汇聚在一起。把所有的金锭都扔给猪灵，等一会猪灵会交易出东西。
其实他身上的护甲一点都没有用，只是处于一个防备的状态。铁剑的用处只有2个，一个是打铁傀儡，一个是打猎人。There was 3 spots. Okay, so there were 3 spots where gold could have spawned, and it didn't. 他从楼上挖通，继续的喂给朱琳金锭，继续收集更多的金块用于交易，因为还不够。Down there. 跟朱琳交易最主要的是获得末影珍珠，其次是黑曜石，然后是哭泣的黑曜石，后面也是有用处的。On the piglins, I should have dropped that. And you can see I'm really getting. 他这边在某个地方忘记了一个金块，犯了一个小小的错误，耽误了一些时间。 The pearls I needed, which is I'm so glad I did. 再回去，朱琳已经交易出了很多东西，有7个末影珍珠，黑曜石也增加到了7个。 This pretty badly. 挖下一格，还有很多东西在里面。现在末影珍珠有23个，已经足够了，但是黑曜石还差3个，又吐出一波东西，黑曜石增加到了9个。这边有一个他忘记的金块，要不然黑曜石早已足够了。其实这里他已经不用挖掘，他身上已经有多余的金锭，那是朱琳之前交易吐出的。他现在开始边搭建地狱门，边等待朱琳吐出剩下的一个黑曜石。在等待的过程中，先合成出末影之眼。黑曜石已经好了，他身上还有14个哭泣的黑曜石，硬度是和普通黑曜石一样的。回到主世界，他开始寻找末地要塞。他这里用到的技巧是用末影珍珠直接传送。传送会撞击掉2个半的血量，但是之前准备的面包已经足够了。当消耗掉7个末影珍珠传送距离的时候，他来到了一片海域，而时间也进入到了10分钟。他把视角调整到后视的这个角度，以便能够看清水下。时间来到了12分钟，他终于发现了水下的末地要塞，但是打破世界纪录需要在14分07秒之内，他还能够完成吗？他潜入到地下，往第一块亮光的地方游去，发现并不是末地门的位置，而第2块亮光无疑必是末地门了。进入末地，向上挖去。用水桶加快速度游上去。末影珍珠瞬移到基岩柱的位置，在基岩柱上搭上交易得来的哭泣的黑曜石。末影龙是无法摧毁黑曜石的，然后用末影珍珠迅速离开，以免被标记成目标。先准备好床，离得越远越好，同时又要能看到末影龙动向的位置。末影龙开始攻击，需要离得更远。可以看到整个过程，它连一个末影水晶都没有破坏，所以末影龙还是处于相对温顺的阶段。之后末影龙也是停止了攻击，它继续的向更高的地方搭去，不断的注意着末影龙的动向，准备好末影珍珠。他看到末影龙向基岩柱飞去，迅速的接近。只有5张床够用吗？第1张，第2张，第3张，第4张，还是最后一张？第5张！哇，末影龙直接被炸死。时间停在了多少秒？13分钟58秒，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。他激动的像哭了一样。这就是一个世界纪录诞生的过程。不可否认，其中有很多的运气的成分，但是所有的这种世界纪录都是运气和实力并存而共同创造出的。